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。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三家也就只剩下一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
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一时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。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3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，暗河之中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3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气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生死同源，唯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奇毒。沈夜，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；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真是有趣，这朱朝的密室里所放的书，竟都是些杂言故事、演绎小说。难道是怕避难者在此无事可做，供他们打发时间？这写的还真是玄乎。沈爷，我们动身吧。这么一会儿你就休息好了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不要命的？我们暗河之中有位前辈叫做穆朝阳，他专门创造了一套关于休息的功法，叫做眠息法。我们可一日只睡1个时辰，在择机歇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可恢复精力。这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不讲医学。不论你那个姓穆的前辈说的那个眠息法有多厉害，都是不讲医学。也许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有用。毕竟我们总是在与时间赛跑。就是辛苦神医了，我们走吧。3家的水已经彻底浊了。哼，可笑的3家中人，还以为自己可以有所选择，可他们从不明白，大家长之位只是一柄剑，真正执剑之人
一直都不是他们。苏家有着苏长河和苏沐雨的存在，无法控制。谢家虽然实力不弱，但行事鲁莽，无法服众。只有穆家，都阴狠诡道，但实力偏弱。既要找一柄听话的，那便让他们先自己斗一会儿，我们慢慢寻吧。这个穆子哲倒是拉得下脸来求助，那便给他死灭关吧。而我们三关也该亲临战场，看看这最后的胜者了。自然是除你之外都可去，此刑可解厄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好，那便你去。关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散散心了。神爷，神爷且在里面等等，我先出去探探情况。好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雨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。野无九章机。糟了！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，这哪是刺客呀？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巢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失策呀！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。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定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
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，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了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木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雀桐素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贡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，我的天地，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主攻击的斩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母痕，正北修门，母凤，刺塔西海。3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
竟是出自无间城。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鬼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商火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收银。银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木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任务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2个毕竟也算是罗力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小神医，又见面了不？苏家苏哲，奉老爷子的命，来送小神医归西。鬼总部，狗东西！你究竟是哪个？我是白鹤怀，药王谷的神医啊。你母亲可是姓温？你刚才使用的鬼重步是我改良过的，普天之下我只教过他一个。是，那又如何？苏哲，你和白神医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啊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啊，动手！都给老子滚！苏哲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母亲的名字可是叫温若锦，小名阿鹤。是。
那你是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帮你起名字，贺怀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白鹤南飞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母亲在起名字这方面确实有天分。比如，狗东西。是啊，比如狗东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是有人子，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安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你跟我这个讲屁的族规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族规，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！你，哼！吴越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。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出去了我亏的成本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哪个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立判生死！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吴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邪术，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，也敢在我降魔法掌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
那我们接下来，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是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嗯。这个苏哲，实力未免也太过恐怖了。毕竟，他曾经是离大家长之位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呢。回去我就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次，我们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啊。可是，想要家主下定决心跟苏家的人死战到底，似乎还缺了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你的死。如今，筑巢的机关阵法皆破，就连玉帝的蛛网也破了，只能靠大家来死守了。好，诸位辛苦了。苏哲，头儿，你叛了？对你们的头这么不自信，你们还在这里守护，我却率先叛了。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影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错的是他们，不是你们。哲叔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作为上一任魁，他愿意站在我们这边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又给老子乱扣帽子！哎，不过嘛，肃清暗河内乱，是乃吾辈之责。前辈，神已经找到能够医治大家长的方法。既如此，快请神医一试啊！但这个方法我用不了。为何呀？因为用了，我会死。那不行，神医是只能你死啊，还是可以换一个人死啊？你母亲死后，我又偷偷去过几次温家，发现你不见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去药王谷学了医。你回了我们温家那么多次，一次也没有与阿娘相见吗？不，在她临走前的那一晚，我还是见到她了。什么？那天你外公终于不再拦我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。他是在我的怀里死去的。那时你还小，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，很安稳，一夜都没有醒来。但是我外公的口中，你却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欺骗了我阿娘的感情。这个糟老头子！但是在我阿娘口中，你却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想找到你，亲口问问你。那时候年轻，只要觉得喜欢，便大过一切。以我的能力，定能对抗暗河的规矩。我原本打到他们都快同意了，可是当他们听说那姑娘是温家的千金，就连大家长都不愿帮我了。
还是不行啊。狗弟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自然是，女儿到哪我到哪，女儿指东我不往西啊。那这样就不算违背了你们暗河的规矩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大家都不讲规矩，那就各凭本事喽。好，那等我治好了大家长，你就和我一起去南边。好是好，可是为什么呀？女儿啊，你这么尽心尽力的要救活大家长，是不是看上苏沐雨那小子了？都说沐雨是暗河100年来的第一美男子，看来所言非虚啊。不过，看上暗河的男人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不是我说狗爹，你怎么连自己都骂？那什么原因啊？那自然是因为给钱啦。哎呀，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过，我们还是要等到医治好大家长再走，不然之前的努力不就全都打水漂了吗？而且，暗河既然受了我们这次恩情，总不至于还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家人团聚了吧？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营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是我的原则，让追随我的这些人成为了被家族抛弃，在暗河中无可依附的亡魂吗？魁大人，四舍，打扰魁大人独处了。神医和哲叔在谈事，让我先把伤药送来。四舍，先别着急离开。魁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你入朱营的时间，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短的吧？上一任四舍1年前突然重病离世，魁大人便在众多人之中选择了我。是啊，当初若我没有选择你，你如今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是我拖累了你。魁大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我们暗河是坏人吗？收钱杀人，不问因果，世人闻我们之名如见恶鬼。江湖朝堂，有多少人与我们结怨，也有多少人想将我们诛之而后快。我们是坏人吗？我们当然是。可谁生来就愿意当坏人呢？我生在暗河穆家，自有记忆开始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之人。我以为加入朱营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，直到遇见了魁大人。您是我在暗河中遇见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是您告诉我们，加入朱营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为了守护而死。多谢你们。但我守护的是魁大人，不是大家长。我想陈龙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坏人，即便后来成为了坏人，心中所喜欢、所向往的，也仍旧是善良的人。魁大人，若暗河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么你便是我遇见的第一束阳光。魁大人，
捉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如同宿命随波蜿蜒，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，你身为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沉溺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边际，声音交错里，眼中藏匿谁的姓名。风吹过，莫问归期。